廊桥狭窄，牡丹先去将花取来，诸位在此稍后，拭目以待。好。魏芳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夫人，你把他们引来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夫人，你还是先关心下县主吧。你们二人大庭广众之下，衣冠不整，举止亲密，该如何解释？父亲母亲，牡丹，你不是说来亭子里看牡丹吗？这是什么？父亲母亲恕罪，大娘也不知亭中竟然是这番景象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我的夫君竟与堂堂县主同卧相榻，而我如此愚钝，对他们的私情竟一无所知。两人呢？快去厅中把两人送走。是。大家去一步吧，一步吧，一步。哎呦，走吧，一步一步。看来刘家不是又要办喜事了。将军，这可不能乱说呀。身为人妻，无能至此，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世上？不如就让我去吧。牡丹，父亲你不要脸，父亲你不要拦我。母亲知道你受委屈了啊，外人都在呢，莫再苦恼了。稍晚些，我一定让子叔去给你赔礼道歉啊。母亲，我嫁入刘家整整1年，无论夫君如何待我，都未曾埋怨过一句。我步步退让，换来的就是今日的奇耻大辱。如今我连哭都不被允许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我身为商贾，人为言轻，所以还请各位贵人能为我做主。哎呀，这刘宅今日种种，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吉安县主何等尊贵，这刘畅已有妻室，还敢上前勾引攀附。你们最该给个交代的，不是这何氏，而是宁王。陈章兄言重了。县主与子叔分别数年，再见不过是情难自禁。这般重情之人实属难得。何不成全了二人啊？如何成全？这何氏可是正妻呀！是啊，县主岂会做？可这般只怕是委屈了何氏。县主与夫君两情相悦，我又何必留在宅中碍人眼呢？牡丹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还请诸位能为我做个见证。还望二老与我和离。若水滴尽月色梦，流淌成枝长河。欲言为县主，何事求见？芳华自定路漂泊。进来吧。
县主金安，以你的出身，刘家是你能嫁入最好的人家，你怎会愿意弃了这官家娘子之位？何卫芳，我不是3岁孩童。县主之前的夫家，也比刘家显贵许多。可是县主过得，可曾舒心？继续。宁王属于花鸟使为女婿，可是县主如今还是来到了洛阳，想必自己的婚事也不想由他人摆布。县主如此尊贵，可仍然无法随心而活。说句僭越的话，我与县主何尝不是同病相怜？我此次前来，只是想为自己一争，脱离这苦海。你若真的想要和离，应该找子舒，找我做甚？刘家从来不是刘畅说了算，若是要和离，必须要主家点头才可以。你能前来寻我，想必已有对策。若是想解决此困局，必须要先破除一术士所言。术士？刘主家笃信卜卦算命，之前一术士说我的八字可望刘家，他便逼着刘畅将我娶进门。在这刘宅，我与其说是刘家儿媳，不如说是一个风水摆件罢了。而这术士姓袁，看似仙风道骨，实则深谙依草附木、巧言令色之道。以县主的身份，只需要让他动一动嘴，告诉主家，这刘家的福星不再是商户和氏，而是金科玉业的皇家贵女，那么刘畅正妻之位便可腾出。何卫芳，你果真不似看的那么简单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利用本县主？目的一致，何谈利用？县主，我从来不是您的敌人，此乃共赢之法，既可以让刘家将我这假福星速速送走，又可以让县主跟刘畅终成眷属。不愧是出身商贾，算计人心，面面俱到。我只是一个想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的女子罢了，县主又何尝不是呢？若想行此举，必须快刀斩乱麻，不给任何人拒绝的可能。县主三思，若是按照县主所说去做，只怕会有损您的名节。我可以再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唯有此法，才不会有任何转圜的余地。县主，您这么做实在是太疯了。为了子舒，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。此事一过，只要传出我与子舒订婚的消息，众人便不会再说什么，名节受损，自然也无从谈起了。好，县主定能得偿所愿。那我就祝县主跟刘畅恩爱到老，永不分离。县主，马车已经备好，随时可以动身。子舒人呢？回县主，
刘郎君还在安抚今日宴席的宾客，毕竟是涉县主清誉。今日之事，洛阳显贵皆看在眼里，不出3日，必定会传遍街头巷尾。子舒向来心软，我便替他做这个决定。如此的话，父王就不会将我嫁给不喜欢的人。县主，县主，进来吧。是。二老是前来怪罪我的吗？啊，怎敢！今日之事是我刘宅招待不周，让县主受惊了，下官是来致歉的。花宴刺客一事，县主已经宽宏大量，没有追究。但这一次，事关皇家的颜面，若是传到大王的耳朵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以大王的脾气，怕是会治刘郎君一个诱奸之罪。我自是舍不得子舒受难，只不过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说法，将此事接过去。我便求父王饶了子舒。子舒对县主钟情多年，如今上天不负有情人，本是两相欢喜的美事，绝不能任由那些无知看客肆意编排了去。只要县主愿意，我们刘宅即刻补上3书6礼，到时喜事迎门，这些流言便可不攻自破了呀。3书6礼乃聘妇之意，自是不可或缺。只不过这何事？不过一介商妇，下官定会处理妥帖。起来吧。谢县主。县主，子舒，进来吧。我马上要走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回县主，归程路远，我命人在马车上都备了些软垫，还望途中县主能少些颠簸苦楚。子舒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爱慕县主多年，如今心愿就要得偿了。你们为了遮掩丑闻要我另娶啊？什么话？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吗？别担心啊，此事自有我跟你父亲做主。先送县主，剩下的事情晚些再议。县主，请。请。我瞧着子舒，似乎对这门亲事不大愿意啊。万一他……子舒向来听话，还会想明白的。现在最棘手的是何时下定决心想要和离。他想和离，不是正应了大师所言吗？他这个人是要送走的，但他那些嫁妆、官场打点、操办亲事都需要花销。我看还是想法子休了吧。人定。少夫人，进。少夫人，茶好了。听说县主送走了。眼下主家跟夫人正在做什么呢？舒儿一个下人，
哪敢打听主人的行踪？你不必糊弄我，此事已经传开了。如今刘家只能迎娶县主，才能够遮掩过去。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主家跟夫人正在清点家产，准备聘礼呢吧？少夫人莫多想，左右还要等郎君拿主意，定会给少夫人个说法。说法？奸情败露，这说法哪能由他说了算？不过既然主家跟夫人已经在清点了，那眼下正是清算了断的好时候。忙去吧。郎君，少夫人把衣物细软都装点了，奴婢也不敢拦着。先下去吧。听他这意思，是非走不可了呀。郎君，今日之事只是误会，毕竟夫妻一场，少夫人定是伤心气闷。郎君，何不解释一二？是啊，这龇牙的兔子再凶，它也是兔子。我便去捋捋毛吧。你从出嫁起，便只有一个家，那便是刘宅。你喝多了跑我这里做什么？你眼下不应该跟主家和夫人准备聘礼呢吗？也好，既然你来了，那就把和离书写了吧。明日一早，我便会离开，绝对不会耽误你跟县主的好事。我与县主旧情早已不复，今日因他太过伤怀，哭泣不止，才有了你看到的那一幕。若非是你把宾客引过来，事情也不会这般难以收场。虽然县主能保刘家满门荣华，而何家对我视同无益，但是何为芳，我还是想与你再试一试。好了，别再闹了，日后我对你好些便是了。那我真是谢谢郎君的抬举了，可惜你抬举错人了。你以为我在意的是你跟县主的旧情，要靠哭闹跟和离来博得你的宠爱吗？那你未免想的太多了。我之所以要和离，是因为刘宅上下都让我厌恶无比。和离之事已成定局，别再多费口舌了。今日赶紧把这个签了吧。干什么？你今日痛哭流涕，是刻意而为之。你想把事情给闹大，是为了让我不得不另娶吗？是又如何？于众人都是好事，岂不是皆大欢喜？父母算计我，你也算计我，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舒儿，给我备好热汤沐浴，今天晚上我就要在少夫人房中过夜。休想！救命！救命！你还想跑？从过门开始，你依旧叫我郎君。我告诉你，你早该开口了。你要不今天晚上叫我子叔，要不就叫我夫君。你休想！你无法反抗你的父母，你亦无法抵抗县主，你只会在无权无势的我，那就是你希望可怜的自由。文凤，高
家官宦之家，上级尊崇。我满腹才学功名，不过是早晚的事。这等好婚事，你理应知足感恩才是。你凭什么逼我入车县啊？什么狗屁官宦之家，如今跟流氓强盗有何区别？就算你是皇亲贵胄，我一样看不上你。还告诉你了，这强盗我当定了，但木已成舟，我看你如何离开。这，看这地方到底是姓刘还是姓何？你还想跑？我先扶你起来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滚！滚！我不想让你走，我也不会放你走。县主那边我自会解释清楚，我不会让你受到委屈。何伟芳，你也好好想清楚，莫再不识抬举。滚！值此深夜，少夫人带着一身伤独自前来，想必不是来找我求药的吧？将军睿智，刘长奸情识破，迁怒于我，可是对我卷角相加，我欲报官合理。可是洛阳大小官员都是一丘之貉，我唯有求您出面，替我做主。好计谋，不过手段差了点。这伤口啊，是你右手拿剪刀刺的，故而刀口向左下。还有，你这袖口上的血迹啊，亦是破绽。如此，便是天衣无缝了。多谢提醒。少夫人为求自由，无所畏惧，鄙人佩服。可我这扇子是圣人赏的，很贵的。将军若是不帮我，这把扇子就是你伤我的证据。还望将军能够三思。你可真是赖上我了。不算赖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将军见过我的破绽，我亦见过将军的破绽。
少夫人拿着一枚铜钱，便说是我的破绽。我还头一回遇到这么轻飘飘的威胁。我知道，以将军的聪慧，定不会落什么把柄到我这种人手上。可是走投无路之人，哪怕只有万一的可能，也只能一试。何况将军若是帮我，对你来说也不无好处。祝你重获自由，我能有什么好处？我若是离开刘宅，刘畅正妻之位，便是县主的囊中之物。他们二人终成眷属，不也是将军所希望的吗？昔日天师显灵要助你，你嫌贵不要，如今又来相求，可见贵有贵的道理吧？好吧，我就行侠仗义一回。多谢。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，我怕他们官官相护，推搪了事。明日将军可否帮我找一些百姓，围在衙门门口，替我壮壮声势？你倒是机灵，知道用舆论压人。成，我就帮你雇一些百姓，瞧瞧这出好戏。不过，看戏造势也好，行侠仗义也罢，这钱你可不能赖。这刘宅郎君前脚刚跟新寡的仙子上有了活春宫，这后脚就殴打了发妻，简直是太不要脸了！是啊，你们看看这人，浑身都是血，这下手也太狠了！血带天不知耻是人！啊！苏静，苏静，苏静，苏静！启禀县令，商议验明。县令，昨夜我们只是争吵几句，略有推搡罢了。我怎么不记得我伤了你的肩膀了？郎君不胜酒力，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你还记得什么？我手上的淤青你还记得？我额头上的伤你还记得？我的后背，我的四肢，还有大片青紫擦伤，莫不是你都忘了？我又不是故意要伤你的。身上这么多伤，你还敢说不是有意的？都闭嘴！我刘宅处理自己的家事，与你们何干？上来还这么猖狂，是不是？啊！你这公堂之上一身酒气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县令，近来宅中家事不宁，犬子才借酒消愁，如今今夜未眠，脑子糊涂，话做不得准，还请先带入后事，请医师医治，醒醒酒吧。父亲，胡言乱语确实阻碍断案。待刘郎君酒醒之后再上堂回话吧。是。刘郎君，请。见笑了，这年轻夫妇拌嘴打闹实属正常。哎，是，归根到底就是家事。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我看就把这衙门先关上，咱们好商好量。听听啊，这人都伤成这样了，竟还说是家事啊！乡亲们，这门一关，铁定要官官相护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这门是关了。尔等刁民，真是扰乱公堂，还编排朝廷命官，难道是想进来挨板子不成？关门！关门！关门！等等！县令，衙门之所以开堂断案，便是要取信于民。
而我的夫君偷欢在前，伤人在后。若是刘家光明磊落，何须关门？牡丹，子叔秉性柔慈，绝做不出这种伤人之事。我刘宅素来待人以宽，自你嫁入刘家，我们真可谓是如珠如宝的护着，锦衣玉食的供着。如今在公堂之上，已经反唇相讥，生怕我们一家人吃了你一半，真是让我寒心。并非牡丹要顶撞婆母，只是婆母所言，未免太过于偏私。牡丹出身商贾，自知高攀了门楣，于是凡事都小心恭顺。可是刘畅呢？他不仅与他人公然苟合，还对我行凶施暴。如此境遇，却说对我如珠如宝。县令，妾身今日来求官，就是为了讨一条生路啊！何事？事关皇家颜面，你怎敢空口胡言？夫君变心，乃是妻室无能懈怠。你至今无出，那刘郎君与旁人交好也是难怪。本官我看你无子善妒，不顺公婆。若夫妻真要离散，该起初休了你才是。你再拦着官差，那便多了一条扰乱公堂之罪。按律例，责打20大板。什么20大板？又要人命吗？是史上还要挨20大板，这是断案呢，还是断人命啊？还敢胡言，还不散去！你们还怎么让我们信服？县令，我嫁入刘家才不到1年，哪里来的孩子？而且无论刘畅如何待我，刘家何时需要钱帛，皆由我娘家添进，就连我自己的嫁妆也添补不少。我每日侍奉公婆，晨昏定省，从无懈怠。我对刘家仁至义尽，凭何被打？凭何被休？但娘不服。大胆民妇，大堂之上巧言善辩，来人呐，给我！将军，将军，都是这个何事吵了您的清梦，吵了您的清梦。县令啊，我是被你给逗笑了。啊，我？若你的妻室背着你偷人，被揭发后，你恼羞把你打得头破血流，还要把你休了，说是你无能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这事涉人命，却要关起门来只说是家事，连傀儡戏都不能这么演吧？啊！将军啊，自古夫为妻纲，这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不就是家里事吗？啊，对。再说了，也真没出什么人命。将军公务繁忙，还要为圣人办事，我们刘家这些微末小事就不耽误您的光阴了。啊，这样我马上派人送您回宅。啊，我这光阴还不是都归圣人安排？圣人久居深宫啊，相比于这些奇珍异宝，他更稀罕的是这奇闻异事。我自下他刘宅啊，这精彩趣事是一件接着一件，圣人必会好奇追问。我正苦恼，究竟该说哪一出？花宴之上，杀手进入，在你管辖的范围内，出了这么大的差错。将军，万幸将军有勇有谋，刺杀魏国。在下已经给将军准备了谢罪礼，此事就不必再打扰升庭了吧。
好说好说啊，咱们都是替圣人分忧嘛。是。将军近来一直住在刘宅，那何氏的遭遇想必有所见闻，依您所见。那日，在刘宅水玉亭，将军呀，水玉亭之事啊，也不失为一桩美谈。二人两情相悦，想必不日便会成婚，对吧？啊，刘公。对。哎呀，那我就提前给刘郎君和县主道喜了。不过，这何氏受伤也是事实，要么咱们一码归一码。是。方才说按律例，那律法如何写便如何判呗。这些东西啊，我可不太熟。传曰：按律例，殴妻者，轻则放妻和离，退还嫁妆；重则一决索赔。殴妻者按蓄意伤人之罪，入狱服刑。哦，我这手下说的可是对的。哎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多亏了黄老师支援相助啊！多谢。县令，丹娘今日来求官，不为求财，亦不为报复，只为谋条生路。还望县令允准我何为芳与刘畅和离。今日立字画押，明日清账离宅。从此以后，我与刘家好聚好散，再不相干。牡丹呀，你出身商门，根本就不懂得和离的繁琐啊。夫妻二人与其父母均要允准盖印，官府重拟官牒与户籍，这嫁妆亦要开库清点，罗列明细，这哪能这么快办好啊？再说了，你的身体还带着伤，此事就交给我们慢慢处理吧。丹娘生怕不懂其中门道，故而报官前已经做了准备，也问了清楚。和离书我已经写好盖章，家中单子已整理完毕，其中丹娘自愿为刘家贴补的，已从中扣除，全当是孝敬公婆。可是刘家瞒着丹娘，偷偷变卖的器皿、铺子，还望原价返还。哎，少夫人真是既定了和离，妾身便不是刘家少夫人了。妾身小字牡丹。牡丹娘子高才，困于归为之中啊，难免有些可惜。若你愿意给我做个丈夫，我必重金待你。哎，我可是诚心的。承蒙将军赏识，丹娘求之不得。只是长安太远了，实属遗憾。别的也就罢了，只是这牡丹花早已根植于庭院之中，若要挖去，这刨土挖坑的，庭院还如何能看啊？只不过是一些花花草草，别太计较了吧。前几日宴会上，刘公曾向宾客炫耀名品牡丹价值连城，哪有不计较的道理？当时蒋军也在场，应该记得吧？金疙瘩嘛，怎么能忘？县令，刘公，还请盖印吧。
刘家为官多年，俸禄颇丰，不会连这些钱财都掏不出来吧？下官这私印尚在寨中，而且这是1年的账单，这下官自己也算不过来啊！我得找账房一一算清，得费不少功夫啊！而且最近我们差事繁多，就是加紧算的话，也得算到下个月吧。刘公说的这些，请账房清算核点，需几日？3日足矣。那边的3日之后，来官府签字画押，换了官牒，和离之事便了了。一别两番，各生欢喜，也不失为一桩美谈啊。那就散了呗，还等什么呢？此事已结，退堂。您这是在等谁啊？我唱了这么大一出戏，做了件行善积德的大好事，不赚吆喝，也得赚些钱帛吧。将军，将军留步。郎君果然料事如神。将军助我实现心愿，牡丹特意前来送行报恩，这是给您的。哎，本天师怜香惜玉，行侠仗义，为的是心中的拳拳热血，并非爱财。啊，哎，还行，不算轻。钱帛冷冰冰的，哪有这烤糊饼热乎实在呀？足足3斤呢，将军路上可以充饥用。这些礼足够重吧？开玩笑，开玩笑而已。这刘家现下还没有把我的嫁妆还给我，我也是囊中羞涩，算是我先欠你的。川约，这世上第一个敢欠花鸟使钱的人出现了。我利息很高的，你还不起。依我看啊，你还是跟我去长安做个账房吧，日进斗金，真的。胆大的人方能发大财，我还是怕死的。祝将军一路坦途，他日相见，牡丹再行报恩。那个，这糊饼真的挺好吃的，我刷了2层花蜜呢，秘方是何氏祖传的，你们尝尝。一定要趁热吃啊，趁热吃。好吃，真好吃，这是你钱帛难得。上路。出发。这几日我忙得手忙脚乱的，都没来得及给你试春肥。没想到你这么争气，都结出花苞了。等刘畅按下手印，我们就一起回家。牡丹，牡丹，喜欢牡丹。还有甩甩，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？走，去给甩甩弄好吃的。花鸟使一干人确已离开洛阳，可以动手了。
成婚这1年，何为芳也算是恭敬勤勉，主家何必要下死手，徒增罪孽呢？我本来只想休了他，只是他太不知足，非要带走嫁妆，还招惹官司，坏我刘家声誉。和宁王结亲，是我们刘氏一族唯一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毕竟要有钱财傍身，这个人留不得了。同意他离开的是父亲，不是我。何为芳呢？此刻他在做什么？郎君，他已将马车备好，正忙着收拾私物，清点内库。舒儿将打包好的行李都搬上了车，就等郎君在和离书上按下手印，他便可回娘家了。郎君，此事闹成这样，早已覆水难收。县主要求刘家速速提亲，他要做的是正妻。如若失约，便是滔天大祸啊！郎君，什么郎君？我不过是这个家里的一个物件，随他们安置摆放。我的婚娶、离散，全由不得我自己。想留之人留不住，想去之情去不了。秋实明白，之前郎君日夜思念县主，可没想到再见，他却与从前大不相同。郎君心里苦啊。有人口中的为我着想，不过是以权压人。昔日的少年情动，全被权力给抹杀了。人都是会变的，何氏曾经也与如今不同啊。何为芳，我原当她是一个木胎泥塑般的软弱俗妇，但是没想到，她也会喜会怒，会反抗争取。若是当初我跟她坦诚相对，或许如今一切都不同了。我已身不由己一次，如今我绝不能再重蹈覆辙。只要找到的合离书，烧了它便好。烧了便好。父母给何夫人的紫希丸竟然是假的。若不但知晓此事，只怕更要恨死刘家。
郎君刚才可曾听到什么响动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主家托我送些东西给少夫人，她似乎有些不高兴，高声与我分辨了几句，话没听我说完，她就跑了。郎君可曾看到她往哪儿去了？他慌慌张张往那边去了，应该是水玉亭的方向。多谢郎君。先出来吧。小心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我的发妻，我从未想过要害你。牡丹，只要你愿意在宅中留下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你是一个连娶妻生子都身不由己的人，你拿什么护我周全？刘畅，你我和离已成定局，如今差的只是一个宫门花押罢了。何卫方方才是我救了你，方才又是谁要我的命呢？你可想清楚了？一清二楚。你背的马车在侧门。可我们的和议书还没有。都什么时候了？想活命赶紧滚！那何氏狡猾，跑了，全宅上下都没找到。无用，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你能让她跑了？这一介商妇能跑去哪儿？定是寻她父亲去了。带着几个身手好的小厮，快马去一趟何家。见到他父亲，话该怎么说，掂量清楚，我再失手。是。牡丹，委屈你了。若是不同意联姻，便得不到子喜丸。为父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父亲无需自责，只要母亲能够好起来，牡丹做什么都甘愿。我何某有女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你说多好的夫家呀！这是读书做官的人家，牡丹怎么就如此任性呢？还请亲家放心，这女子嘛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。她既是嫁去了刘府，那无论生死，便都是刘府的人。她这次说了要和离呀，恐怕也只是一时之气。她可从来未跟我们家里头说过此事。她若是真逃回家了，
那我们便是绑，也要将他绑回刘府去。何主家，发生这样的事，两家脸上都不光彩。能与官宦之家结亲，令郎未来读书考学便都有了指望。我劝你，还是为了这唯一的儿子，好好考虑考虑。是，我就是怎么都不敢相信，牡丹她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孩子，她怎么会信与不信？你女儿顶撞婆母，不侍夫君，和离闹到公堂，那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你还想要偏帮她也闹一回公堂吗？何主家，商贾本就低贱，若是再要和离，我恐怕你们这一家子的脊梁骨都要被戳穿了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马儿乖，不哭了啊，马儿。这婚嫁是女子唯一的归宿，刘府多好的门第，我疼爱女儿，我也知道，我牡丹能嫁到刘家那是天大的荣耀，我自然希望她做个贤妻，能够好好的相夫教子。牡丹逃家夜奔，是折辱自己，也确实是不成体统。我何某寻到她以后，我定会好好教导她，还请亲家不计前嫌，日后好好待她。这是自然，刘家也是关心情切，那就有劳何主家引路，咱们快去寻人吧。这个何为芳，可千万不要把祸事又惹回家里来才好。父亲，这一年为了弟弟开蒙求学，您被刘家也在索要兼财。如今生意也大不如从前，这些钱帛是女儿唯一能够留下来的了。从此以后，女儿便再不能承欢膝下。女儿不孝，您所期望女儿的活法，并非女儿所求，而这里也再也不是我的家了。
望长治热长河，语言为虚红尘过，芳华自定路漂泊。蓦然凡尘锁，七岁素颜忘采，笑看风雨泛尘埃。花开应傲骨，映天色，不凋落，莫负流芳斑驳。我不信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何微风这么要强的女子，既然她已经跑了，为什么会跳崖而亡？一定是你撒谎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撒谎了？是不是你杀了他？是不是你杀了他？说，是不是？千真万确，小的怎敢作伪？我们一路寻人，顺着马蹄印找到悬崖，崖边就剩下马匹和这只步摇了。郎君，他走的都是偏僻险路，林深雾重，有黑灯瞎火，失足坠崖也是可能的呀。是你们指使的。他都已经走了，还不放过他吗？就为了贪得这点嫁妆，昧着良心编这些谎话，是不是？你昏了头了！为了一个弃妇来编排你的父母，编排？我哪句话是编排的？是你们指使人杀他，还是为谋财害命啊？主家，主家，四叔，可是坠崖确实与我们无关呀。虽然之前派人下手，那也是为了你好，为了让你和县主的婚事没有后顾之忧啊。那我问你们，我与县主的婚事到底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你们贪污的家族荣华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你们若舍得下脸面，帮着我去吧。好啊，你这些日子离经叛道、辱没宗族的事情，你全做遍了。我管不了你了，拿家法来，大不了打死，给宁王和县主一个交代。好，那你打，我就当我这条命赔给他便是了。四叔，主家不要去呀！是，主家，四叔啊！郎君，你就服个软吧，人死都死了，你又何苦遭这通罪呢？我说了，我不去。主家，拿过来！孽子，你真的以为我不忍心打死你吗？主家，我与县主并未有私，我对他依然断情，不是强行允许，只是误了他，更是误了我自己。不要我的儿啊！我的儿啊！无论你们是否有私，闲话已经传出去了。若不成婚，如何收场啊？哪怕你不可怜县主的痴情与荣誉，可是你呢？你背着这般骂名，多年苦读，只能付诸东流。仕途仅仅功名利禄，就再也与你无缘了，这算是误了你呀！那我的心呢？话到如今，我何曾说心如意过？小到衣食住行、交友应酬，大到拜师求学、理想抱负，就连得了功名，我要做什么官，都是你们来决定了。婚事已经被安排了一次，如今还要被安排第二次，为什么？凭什么呀？我们做的这一切，哪一个不是为了你好？我们刘家倾尽全力，都是为了日后让你能够官拜一品、飞黄腾达。
你是如何报答我们的？周家，周家，你装好婚事，要了你的命吗？说宁王为你不平，判你个诱奸之罪，我们刘家沈家都要受牵连的。当年你任性纵情，才让我们刘家被贬出长安。如今为父不替你做出决定，我们刘氏一族必将被逼上万劫不复之地呀！子树向来嘴硬心软，最是孝顺。他这样被人啃了啊！即刻通知县令，何氏伤心坠崖身亡，尸骨无存，并去进一封告知县主。你速速找了官媒，带好纳征提亲之物，动身去长安。是。日落，我们马上就到方圆了。这方圆，外祖母传给了母亲，母亲传给了我。牡丹啊，此缘日后我也是要留给你的。这株花的根须纤弱，能获取的养分有限，这旁枝上的花苞只会消耗养分。不仅开不了，连这主干上的花也要受影响。牡丹年纪尚小，大了便会明白，有时受些粗磨，有了取舍，这花才能开得更娇艳。做人亦是如此。我不怕辛苦粗磨，长大以后我也要种更美的花给阿娘看。牡丹真乖。相溯缘，心若似水，放一场牵。月亮不相约，长相随。母亲，往日诺言虽已无法实现，但我会继承你的遗志，让方圆花开不谢，芳名远播。我会像你期待的那样，不惧搓磨割舍，做一个自在快活的何为芳。